最近啊，印尼它敲定了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笔军火大单，斥资90多亿美刀，采购42架来自于中国的歼10C。这个不是一次简单的武器升级，这个是印尼国防政策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标志着中国作为先进的武器供应国，在东南亚取得了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突破，也就会显著的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这个军事跟政治的影响力。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军购会掀起什么样的地缘政治的冲击波。那开始以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印尼。1955年的这个万隆会议，印尼正式确定了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历史上从苏加洛到苏哈托，印尼的外交时钟一会儿摆向东方，一会儿倒向西方，但是避免依附于单一强权这个核心的理念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积极独立的外交哲学体现在军队建设上面，就是一座万国装备的博物馆。上个世纪60年代，在苏加洛总统的这个统治底下，印尼空军他们迎来了苏联时代。米格21战斗机甚至是图16战略轰炸机，让印尼它一度拥有东南亚最强大的空中力量。但是65年的这个政治巨变让所有这一切戛然而止。苏哈托上台以后，苏联实施了这个武器禁运，导致这样一支非常庞大的苏械机队因为缺乏零部件，短短几年之内迅速瘫痪。那迫不得已，印尼不得不从此转向西方，他们采购了美国的例如 F5 啊、A4 以及后来的 F16 的战斗机。不过很可惜，历史再次重演了。1999年这个东帝汶危机的期间，美国同样对印尼实施了严厉的武器禁运，这个导致印尼空军的 F16 的机队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铁。所以先后有2次被东西方2个强权卡脖子的这个记忆啊，让印尼人彻底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国防的命脉绝对不能够掌握在别人手里。而这2次被禁运的伤痛，其实还只是创伤的最表层。而进入21世纪以后啊，一种更加隐蔽的对于国防的威胁更加浮出水面，就是技术的后门与战争时期被远程锁击。那印尼的军方他们非常清楚，因为在地缘政治上来讲，最大的潜在对手是澳大利亚，但是澳洲恰恰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一旦爆发冲突的时候，华盛顿几乎肯定会通过技术手段远程瘫痪他们的这个空军 F16 的战斗机。那你就算买了美国货，你要打谁的时候，可能还要先问问美国人同不同意。所以先简单了解一下印尼的历史背景，对于今天中国这个军售会有更好的理解。因为这个军售它提供的是没有政治附加条件，保证稳定供应的这么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对于印尼人来说尤其珍贵，因为触及了他们国防自主最核心也是最敏感的痛点。作为对比，美国人用一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的法案堵死了印尼购买俄罗斯苏35的这个渠道以后，环顾全球，其实印尼人他们的选择并不太多。那如果说积极独立的外交传统为印尼的选择铺设了历史的轨道，那么一个突如其来的安全协议就变成了是本次军购的一个导火索。2021年9月，澳大利亚、英国跟美国他们悄然成立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那这个伙伴关系的核心当然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一支核动力的潜艇部队，并且装备 F35 等第5代的隐形战斗机。那虽然这个安排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印尼人感到非常的不愉快。印尼的外交部他们立刻发布声明，对于该地区持续的军备竞赛跟实力的投射深表关切。我想雅加达方面他们的忧虑是多方面而且非常负面的。首先，他们担心这么一个协议会导致地区的军备竞赛。那奥库斯这么一个多边的安全协议，它其实是一个昂格鲁萨克逊的小圈子，它被视为是破坏了东盟主导的地区和平秩序，因为印尼其实是东盟的老大。那其次的话呢，这个事情对于核不扩散也是一个破坏，因为你想想看，澳大利亚从此就拥有了核潜艇，对不对？所以它会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那最深层次的是印尼
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战略焦虑，因为你想想看，本地区的老大是印尼，但是奥库斯的这个成立对于印尼是完全保密的，这个让他觉得不受到尊重。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在一个地区大国的南部，美国人突然武装了他们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然后让印尼人的敌人变成了拥有相对印尼来说有技术代差优势的一个军事强国。我想这个事情换了是任何国家他都不会高兴，对不对？而地缘政治的天平已经倾斜，但是想要让印尼人下定最后的决心，还需要一个催化剂，而这个催化剂就是武器空战。那印巴之间爆发的这么一个被称之为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空战的边境冲突，结果所有人都知道，印度方面被击落了多架空军的先进战斗机，其中包括至少3到4架法国的阵风。巴基斯坦空军的歼10C 在预警机的这个指挥引导下，通过数据链接收目标信息，然后支持雷达保持静默的情况底下发起攻击，这样一种 A 射 B 倒的战术，让攻击极具突然性跟隐蔽性。而驾驶着非常昂贵法国阵风的印度飞行员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反应，就已经被击落。印度方面我们看到一直到现在，当然死活不愿意承认自己吃了大亏，但是所有人都证实了阵风的损失。那歼10C 能够在实战当中碾压阵风，是验证了解放军在有源相控阵雷达、远程的空导弹霹雳15导引头技术以及体系化网络中心战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优势。那这个表明解放军的4代半战机在传感器融合与武器射程上已经对西方同类机型形成了碾压的态势。印巴空战的结果对于印尼决策者来说无异于是一记重锤，因为他们通过印巴空战看到的不仅仅只是歼10C 的胜利，而是一个完整的、高效的，而且经过了实战检验的中国的作战体系的胜利。而他们呢，其实刚刚签下了一个价值81亿美刀购买42架法国阵风的超级大单，连首付款都已经汇出去了，已经在期待着说被西方吹得神乎其乎的这个新锐战机早日到来。但是突然之间发生在印巴的一场实战的残酷结果，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阵风在未来的潜在冲突里面可能会毫无还手之力。那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是你刚刚花大价钱买了一款英特尔芯片的苹果电脑，你还没来得及拆封呢，就会发现苹果它已经发布了最新 M1 芯片的苹果电脑。那印尼当时的情形实际上是一种头号冤大头的这种感觉，我个人是非常能够理解。那这样一种强烈的心理的冲击，让印尼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购买的决策，也为歼10C其实就打开了机会的大门。我想在任何重大国家决策背后，肯定是离不开关键人物的影子。歼10C的这个交易也反映了现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个人风格。他长期担任国防部长，是一位铁腕手段的退役将军。在他的主导底下，印尼的国防现代化进程显著加速。他在推行是群岛3叉戟之盾的这个防御构想。我想在他的主导底下，多元采购被他们玩出了新花样，不单是为了避免禁运风险的这个被动的防御，而是一场主动出击的全球军火的极限拉扯。来自于雅加达的军火交易的谈判代表，他们穿梭在华盛顿、巴黎、莫斯科跟北京之间，他们拿着一份采购清单，上面有美国的 F-15EX、法国的阵风、韩国的 KF-21， 甚至还有土耳其的可汗，而现在又加入了中国的歼10C。我感觉整个采购的过程都不只是在买飞机，而是在举办一场就是万国战斗机展销会。而宣布采购歼10C这件事情本身，更是直接戳中了法国人的心窝子跟肺管子。看看吧，你们的阵风在实战当中不堪一击，人家歼10C的价格只有你们阵风的一半，所以这样一种货比三家、择优录取的实用主义，让印尼成了全球军火市场上一个谁都没办法忽视的超级买家。而且前一段时间9·3阅兵，我们也看到印尼总统他
虽然曾经传闻不出席，但最后时刻还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姿态。据报道，也正是在本次阅兵期间，他访华的时候，采购歼十 C 成了当时的核心议题。所以当歼十 C 在印巴空战展现出非常惊人的战绩以后，对于这样一位注重时效的印尼总统来说，这个战斗机的吸引力就是没办法抗拒的。你想想看，歼十 C 的单价估计是在4000万到8000万美刀之间，而阵风的单价已经达到了1亿多美金，而 F-15EX 的这个单价也接近1亿美金。对于需要采购42架飞机的印尼来说，采购歼十 C 能够节省数十亿美金。性能先进，价格合理，供应可靠，还没有任何政治的附加条件。歼十 C 的这笔交易基本上算是完美的契合了普拉博沃的这个战略的需求。那我们抛开战绩的光环跟价格的优势，歼十 C 本身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想中国向印尼推销歼十 C 最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卖的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而是一整套的空战能力的大礼包。那这个价值90亿美金的大礼包，除了42架战斗机，很可能还包括了作为大脑的空警500预警机，作为千里眼的地面的雷达网，甚至有连接一切的神经网络，也就是安全数据链。整个礼包是一座全动态的指挥中心加这个作战节点，这是一整套的作战指挥、数据链、人员培训、先进的武器系统，所以体现了中国军售模式的系统化的优势。中国等于是告诉印尼说，你不用再花几十年的时间非常痛苦的去搞万国牌装备的系统集成，你只要买下我这个全家桶，我帮你一步到位，全部搞定，快速形成战斗力。我想这个承诺对于国防基础比较薄弱的印尼来说，这样一种拎包直接入驻的交钥匙的工程，它这个诱惑是没办法抗拒的。而这个也揭示了印巴空战歼十 C 大胜背后的技术逻辑。巴基斯坦的胜利，它不是歼十 C 对法国阵风的绝对的优势，而是预警机加战斗机加数据链加远程导弹这样一个非常完整杀伤链体系的胜利。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款战斗机，而是一整套经过了实战检验，能够实现降维打击的空中作战的解决方案。而更深层次来看，中国通过出口一整套的作战体系，实际上也在输出自己的作战理念跟技术标准。还记得我们在上一集范式转移那个视频当中对比中国的燃油车跟高铁的两种命运吧？规则跟体系作战对于单个的硬件是降维打击，而今天中国向印尼推销歼十 C， 正是高铁模式在军事领域的一个终极复现。这是一种彻底的软件思维的胜利，而这种软件思维的胜利其实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的背后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的文化密码，一种攻城不必在我，但攻城必定有我的精神。这个地方想分享一个故事，它能够让大家瞬间理解这样一种精神的分量啊。国内某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将自己整个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了海水淡化的技术，而在2016年，他的整个项目组突然被下令解散了。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生的学术的心血付诸东流，无异于是职业生涯的终结。但是呢，这位教授当时的反应不是沮丧，而是眼含热泪，非常激动。为什么呢？因为他瞬间就明白了自己的道路被放弃只因为一个原因，就是在另外一条更先进也更艰难的赛道上，国家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这位教授他穷尽毕生所学，其实研究的是为传统的蒸汽弹射这个喝水的巨兽提供绝对纯净的经过淡水处理的超纯水，而他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中国在电磁弹射上成功的最有力的证明，所以他当时就明白为什么他的研究成了为更高的国家目标而被光荣牺牲的垫脚石。那我知道对于很多有现代思维的观众来说，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奉献的叙事听起来有一些老套
过时。但是从国家竞争的战略层面来看，作为老中，你是发展中国家，你要追赶先进，人家不会躺平等着你来追，这个恰恰是最关键也最残酷的算法之一。这位教授的眼泪与攻克电磁弹社的马伟明院士，奠定稀土霸权的徐光宪院士，以及歼10C的总设计师王海峰的汗水，他们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一个后发国家总需要有那么一代人，他们去承受超额的牺牲，去压缩追赶的时间，为下一代换取一个不必再如此做牺牲的未来。而正是这样一种深植于建设者一代人心中的精神软件，最终物化成了今天中国卖给印尼的硬件跟体系。扯远了哈，中国卖给印尼的它不是一架更好的战斗机这个硬件而已，而是输出一整套的空战的操作系统，从数据链的底层代码到超视距作战的条令规范。一旦印尼采用了中国的这一整套的体系，它的飞行员的训练、指挥官的决策都将会围绕这个体系来构建，会形成一种深度的技术跟战术的依赖。这是一种更加高明的条令外交，它的战略价值远远超过了军售本身。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在本次军火交易当中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灵活性，它开出的这个财政跟金融的条件也让印尼难以拒绝。首先就是我们看到北京它愿意通过政策性的银行为这样一笔交易提供低息贷款，这个极大的缓解了印尼的财政压力。其次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政治上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作为对比啊，美国的军售通常会附带各种限制性的条款，比如说规定这个武器应该怎么用，应该部署在什么地方，甚至还会有技术的后门，更不要提还有那个制裁法案的大棒悬在头上。印尼此前就是因为忌惮这个法案，被迫放弃购买苏35的计划，而中国提供的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跟技术的合作，它不干涉你的内政，它保证供应一定会稳定。对于极力维护战略自主的印尼来说显然中国的模式更具有吸引力。最后是中国快速可靠的交付能力，可以想见中国的生产线成熟，产能巨大所以跟正风要等到2026年才开始交付，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即买即用这个诱惑，对于有紧迫的国防需求的印尼来说，很明显是非常致命的。而印尼军购这个战略的决策对于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作为东盟事实上的领袖，印尼它控制了关键海上的咽喉，马六甲海峡、巽台海峡、龙目海峡都在它的控制底下。防务供应链向中国发生结构性的转移，这件事情将会严重削弱美国在该地区构建反华包围圈的努力。所以这个事情也标志着印尼传统的不结盟政策正在向对华倾斜的这么一个实用主义慢慢的发生演变。从北京的视角来看，肯定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它标志着中国成功的将战斗机出口到一个关键的东盟领导国家，一举突破了以前是西方或者是俄罗斯长期垄断的高端战机的市场。而像印尼这样的大国出售先进的武器系统，经济的收益还是一个小事情，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依赖、训练体系跟后勤支持，将印尼更深切地拉入到了中国的战略轨道，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联盟的体系。本次交易就好像一枚蝎子一样，打入了美国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的关键节点。而本次军售的核心，我们已经反反复复强调是体系的输出。印尼空军接入了以中方技术为基础的这个数据链跟指挥控制的系统，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想要把印尼纳入美国主导的区域联防体系，也就是Link 16这个数据链网络。这个事情的大门实质上已经关闭了，而随着歼10C的交付我们会看到大量解放军的技术人员、教官，来自于情报人员，他们都会进驻印尼的空军基地。这个会极大的增加美军在过境印尼群岛或者在澳大利亚北部进行军事行动的反情报压力，而印尼的空防雷达网络可能会与解放军的数据链
实现某种程度的互联互通，会扩大解放军在南海以南的态势感知能力。我们都知道，印尼它是地处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航运的通道，空防体系如果与中方的技术标准进行对接，会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一个装备有中式先进战斗机的立场看起来比较中立的印尼，就已经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它将极大的复杂化美军的战役规划。歼十 C 它搭配了这个霹雳 15E 的远程导弹，对于美军的加油机、预警机等等高价值的空中节点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会迫使美军的资源保障体系后撤数百公里，会极大的压缩美军的作战半径跟干预的能力。印尼它虽然在台海期间不太可能直接介入但是对于中国军事技术的高度依赖，会导致在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人比如说想要利用印尼的领空领海进行后勤补给，或者是兵力的机动，那这样一种可能性会变得微乎其微。雅加达甚至有可能会在冲突期间对于美军关闭关键的通道，以维持其空军机队的运作。本次军售对于中国是一场胜利，反过来对于美国而言是印太战略的一次挫败。很明显，军火交易是印太地缘板块的一次战略性的漂移。如果美国人不加以干预的话呢，中国会通过军事技术的捆绑，逐步确立在印尼的长期影响力。这个对于美国的第一岛链防御体系的蓝翼会构成长期的侵蚀。印尼其实2023年8月份曾经与波音签署了一个采购24架 F-15E 的谅解备忘录。很明显，这个备忘录交易的前景几乎已经非常非常的渺茫了。目前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处境。那如果动用制裁法案去制裁印尼，非常有可能把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彻底推向中国人的怀抱。但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作为老大，你失去了威望，没人怕你了，队伍不好带了，就会产生破窗效应，让更多摇摆的国家纷纷仿效印尼。所以不管怎么样选都好，美国现在面临着它的影响力在东南亚被侵蚀的风险。而对于澳大利亚而言，这个冲击是直接而且非常严峻的。之前中国的舰艇跑到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这个领海地区巡视了一周，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于中国的威胁。而42架携带霹雳15的歼十 C 意味着印尼空军它有能力在澳大利亚本土的防空圈之外就能够对澳军的空中目标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个将直接挑战皇家空军 F-35的空中优势，迫使澳大利亚对于整个北部的防御态势进行重新评估。而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是法国，而且是商业跟声誉上的双重打击。不仅已经丢掉了后续的订单，更严重的是阵风战斗机的精致招牌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以后阵风的销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在东盟的内部，我们看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他们会担心印尼将来有能力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制空权。夹在中间的越南菲律宾这些东盟国家也会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压力，有可能会刺激一个小范围的区域内的军备竞赛。对于其他东盟国家来说，印尼到时候引进中国的歼十 C 整个作战体系的成功案例，有可能会鼓励他们未来也会转向购买中国的武器，毕竟便宜，而且包教包会，给你一整套的新手大礼包。所以这个事情也会为中国军工全面进入东南亚打开大门。所有这些涟漪我们看到最终其实都会汇入一股更加宏大的历史潮流。上一期视频我们还讲到，就在欧盟的官员他们还在悄悄的草拟法案，考虑强制要求中国的车企用技术换市场的时候，北京却在用一场价值90亿美刀的军售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规则换技术，用规则和体系来撬动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化。所以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对比，一个多么搞笑的历史的反讽。印巴空战的结果以及印尼的军火订单是中国
成功输出了以歼十 C 加霹雳15加数据链为核心的空中作战体系，也向全球的南方国家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中国能够提供比西方更具性价比，而且经过实战检验的顶尖的武器系统跟作战大礼包。过去西方用技术优势为大家制定市场的准入规则，而今天呢，中国用规则跟体系化的作战力量在为世界重新定义国防安全的解决方案。所以这样一笔交易，它真正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军火产品的制造商进化成了一个规则制定者。而说实话，整个印尼军购的故事最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是印尼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的博弈。98年那样一场针对华人的黑色五月暴动，至今仍然是很多印尼华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而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也被很多人指控当时曾经扮演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那93阅兵以前，就有很多网友质疑为什么要邀请印尼这个总统来参加。那现在军购的事情公开以后，感觉大家更加的百感交集了。一个在历史上屡次爆发非常严重排华事件的国家，现在却将防卫领空的一个核心的重任托付给了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当然是因为中国的强大已经让印尼这样的国家在战略上不得不向中国靠拢，不得不有意识的将内部的华人问题与外部的中国关系进行切割。那我想在印尼政府看来，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的压力，所以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中国的歼十 C 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那为此的话，历史的恩怨和族群的芥蒂就必须要为眼前的国家战略利益让路。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的选择，也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的一个理性的计算。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当年印尼华人不堪回首的这样一个往事不会重演。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好的朋友跟一位前同事，他们都是印尼华侨每聊的这些都会让人唏嘘不已。简单总结一下，印尼采购42架中国歼十 C 这样一笔交易绝非一次孤立的军火买卖，它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大国竞争技术扩散、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块的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当前的国际形势。这个是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主导的盟友跟伙伴体系的一次轻视。它表明，即便是那些与美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也有可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选择中国的核心武器系统。这明显削弱了美国想要通过军售来维持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能力。这对于世界又是两极趋势演化的又一个有力的注脚。而未来我们想象，当中国的歼十 C 猛龙战斗机在印尼的千岛之上呼啸而过的时候，它承载的不仅仅是钢铁与烈焰，它也承载着一个崛起的大国掌握自身命运的民族雄心。它也同样见证了地缘政治棋盘上的焦虑与计算，它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为我们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刻下一个关于选择、风险与重塑的深刻的历史记忆。印尼群岛上空即将迎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猛龙，更是一场大国博弈的考验。印太天空的力量天平已经开始倾斜，而新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个地方。如果您有任何想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喜欢这期内容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生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